这次美国攻击伊朗，真的让我们见识到美国黑科技，还有他们整个战争计划有多么样的一个严密。刚刚谈到了地下城，但不是只有一个。它是绵延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而且深在地底之下。它里面有无人机，它在里面有导弹。可是没有想到，美国现在我怎么做呢？现在就是刚刚石头说的，要不然我就在门口把你给炸掉，要不然你只要出来，你只要露个脸，我也可以把你炸掉。如果你没有露脸，你现在洞口也被我炸掉，我怎么办？我今天用钻地弹，我用钻地弹的方式，我也可以把里面从中的摧毁。那甚至我为了要把你的整个产业链、整个的制造方式全部攻掉是。你要有原料，我把你的原料给打掉。你现在要制造导弹，你现在要用固态燃料，你要用固态燃料，你要用行星式的搅拌机。你的行星式的搅拌机20个在哪里我都知道，我把你的搅拌机全部打掉。甚至你今天需要的任何的原料的储藏库，我也把你打掉。打掉之后，我今天把你所有的储藏的地方，我也全部打掉。没有想到，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让伊朗大力西蒙为盖爽。而碰到这样的状况，石头，今天台湾就变成了两个，因为在郑丽文的压力之下，我们必须要选边，其实没有了，现在全世界都在选边了。是，他要选中国，对，那别人怎么办呢？对，事实上我们在这次的这个美伊战争中，你看到这个美国的黑科技香不香？很香啊，我们都要嘛。虽然说我们要不到最好的，但是我相信第二水准的话，搞不好都已经能够对我们的国防有非常大的注意。那我们看这几天来说啊，事实上国民党面临到非常多压力。就连这样，我们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潘俊荣嘛，工总的理事长嘛，他出来说什么？他出来批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民党啊，他说你们这样乱的话，对整个台湾是空转是内耗。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呢，是连战的大金主，他是蓝道出资的一个人。我最早跑的新闻叫捷运新闻，是你现在的板南线很多都是工信工程做的，是的，工信工程的潘俊荣一直都是连战，也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支持者，对，他是一个蓝的非常彻底的。是，结果这次国民党啊，你不是挡军购，你也挡这个所谓的关税，对，他说你们不能这样搞了，你像这样搞是，你又挡军购，你又挡预算，你又挡这个所谓的关税，对，你不把大家给整惨了吗？对，没错。事实上，当然了，国民党很多人都一直说，我们跟中共交好就好。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美国已经占据全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我们跟他讲，台湾还有什么边可以选？台湾就是在美国这一边啊。我们讲很简单，台湾的晶片都是靠美国的技术，美国要说要断，它随时可以断你。再说台湾的武器，我们当然就靠美国嘛。我们跟他讲一个最新的，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叫这个贝森特说，你到中国去的时候，叫中国买石油。买什么石油？买美国控制的石油。美国控制什么？委内瑞拉都要控制。你要伊朗的石油，不好意思，你以后搞不好都要跟美国买。对，我们以后连能源都要跟美国买。我跟大家讲，全世界都要跟美国买。他现在还控制什么？我想他未来这个荷姆兹海峡就已经被美国控制了嘛。他现在巴拿马也都控制了，马六甲都控制，全世界什么都被他控制住。我们还不只能够靠美国，你没办法靠中国。中国现在本身都错了蛋了，对，所以现在很简单嘛。这几天我们结果郑丽文还堂而皇之要过去，所以说他们看不懂局势嘛。你看，这已经连续8天了，宝姐，你知道8天怎么样吗？中国的军机没有来台湾绕台了，已经8天了。真的假的？已经为什么8天？我相信啊，中国现在呢，他们可能卯足全力在开两会之外呢。为什么？有人就说，两会快要开了，他现在呢最好不要在这个，而且川习会要见面，对，他不要在川普去中国之前让川普不开心嘛。川普曾经就说过吗？你们那边军演我是不太开心的啊。所以他事实上也有人说他要释出善意啊。所以我跟你讲，现在中国自己本身他自己都觉得说，我跟美国遭不住，所以他怎么做？先弄台湾嘛，所以才会有曾丽文出来弄台湾嘛，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因为以前在国共内战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要瓦解敌人，要从哪里瓦解？要从敌人的内部瓦解。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美军在这个伊朗战场上面展现的这个实力，真的让我们完全瞠目结舌。你看伊朗也知道说你要打击我，所以你看他停在运输机中间有一台轻型直升机，轻型战机，我就可以直接炸掉你的轻型战机了，不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运输机，我就这样子把你干掉。好，另外一个是什么？所以你的运输机对我没有威胁，是，我就不带运输机。对，你藏在里面的轻型战机，我照样把你打掉。你看在运输机中间有一台飞机，他就直接把你干掉，把你击中。另外是什么？他们这次不是斩杀这个哈米尼的这个官邸吗？现在根据大家的说法是这样子，他是用 F-15的飞机飞上去之后，他在距离这个标的物约莫是在这个伊朗跟在约旦跟这个所谓这个叙利亚的上空120公里之前就发射飞弹，它这种叫空射的这个弹道飞弹出去之后呢，
开始飞行往上，出了这个大气的外太空之后，重返大气层，这样高速的坠落。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伊朗的这个相关的防空武器都没作用？因为太快，速度太快，5马赫就直接垂直击中他们的这个目标建筑物。所以你知道，这就是美军的作战能力完全让你瞠目结舌。而且可怕的是，你知道吗？哈米尼他家里面是那个方圆之内30枚导弹，对，而且 F-15多厉害。美国曾经拿过 F-15，一样用导弹飞到天空150公里的位置，把卫星给打下来。对，好，那除了这个所谓 F-15的这个战斗力之外，另外一个是这几天我们不是有看到吗？这个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是发射，就是说有一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对这个伊朗发动攻击嘛。我们看到它武器发射出去，这个是被人家说是黑色的战斧飞弹的时候，但其实大家注意不是在注意这个，大家反而注意到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搭载这个 Odin 的这个雷射系统。对，它这个雷射系统要做什么呢？雷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我如果看到无人机来说我用飞弹打你，太浪费了嘛，我就用这种雷射武器直接噗就把你击掉了。所以这成本100块。对，因为它只要有电力之后就可以无限制的这个发射，所以它这个很厉害嘛。所以你看，我们都知道说，前美国国防部现在也在台湾的胡振东就说了，他说开战90分钟，伊朗一颗飞弹都打不出来，这就是科技的这个代差。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雷达全瞎、通讯全断的时候，你手上的飞弹就只是昂贵的这个废铁。所以这就是怎样？我就讲这一次的战争，其实摆明了给全世界看。我跟他讲，现在其实最紧张的人，宝杰你知道是谁吗？谁？就是曾经跟中国订武器的。我现在要退货啊！你这没有用啊，对不对？你看中国的飞弹也没有用，被趴了。对，中国的雷达也没有用，你还1月还给这个伊朗最新型雷达，完全没有用。所以现在有些人要退货，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居然是要对美国退货，对，你就觉得说一切都显得非常荒谬。好，所以 Kevin， 奇怪的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讲的，现在全世界，美国其实要我要搞一个产业链的改变。改变以后，我有个绯红产业链，有一个那个红色产业链，我们等于说产业链完全不要用中国的。这个时候，台湾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刚好在这个绯红产业链里面，现在刚刚讲在军事力量，在这个 AI 产业里面，在晶圆产业里面，我没有想到现在连太空产业我们都紧密结合了。宝杰，我非常欣赏你这个新的一个 slogan，就是说你需要的，在这种诡谲多变的这个局势里面，你需要的不是立场，你需要的是方向。也许你在政治上面，你有主观的选择，可是我觉得在这种所谓，我以一个投资者的一个角度，站在一个财经这个产业角度，你现在的就是要制造你台湾被需要的能力，就是你要了解到现在方向是在什么地方，你什么地方可以施力，而不是说我只要坚持什么，你无用武之地。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讲一个追本溯源，美国为什么急着要喊这个所谓的制造力回美国，就是从国防军工的力量开始担心，他觉得说哇，现在95%的晶片都在台湾，那怎么办呢？这样这些高阶晶片，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实力越来越坚强的时候，你先打伊朗还好，那个科技落差，如果中共实力越来越差的时候，你美国的制造能力，为什么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美国要求韩国是要求它的韩华的造船能力嘛？所以说这就一切就是来自于这个制造能力。这个战争里面，我们都见识到美国科技的这个厉害，对，而美国科技厉害里面。台湾都有台湾的影子，而且台湾的影子 involve 的程度是越来越重的吗？尤其是在硬体制造，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像譬如说，以色列的这个所谓铁穹系统，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发射架很重要的零组件是来自于我们台湾荣钢？哦，对，好，那另外像很早以前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嘛，譬如说像这个所谓的一个洛克希德马特那个爱国者飞弹，那个发射架很重要的一个零组件是谁做？千富精密做的啊，对，那更有趣的，我觉得。你知道吗，宝杰？你知道吗？有一家叫做挪威主权基金，他投资全世界1000家公司，他有一个洁癖，他不投资军工产业，他认为那个是邪恶产业。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投资我们台湾一家公司非常多，叫做全讯。全讯是做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说一个飞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反飞弹系统，就是你要打出微波出去之后，锁定对方位置，然后回报之后，然后就把它咬死。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超高频的微波的功率放大器。这个东西现在世界上很多的飞弹就是要叫行波管，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东西。可是，在约莫在这个很多年之前呢，我们台湾就做出这个东西。我们的天弓飞弹，天弓、天箭、雄风都搭载。美国人发现说，我们台湾制造飞弹能力竟然大幅进步，这就是为什么他赶快卖给我们很多的先进武器。原因之一，他发现说我不卖给你，你自己会做。对。尤其是这个零组件，我刚才讲这个零组件占了这个飞弹的成本，大家可能不知道60%。对，那它本来是全世界没有人要卖，美国不卖给我们，英国、德国也不敢卖给我们，我们只要硬着头皮自己制造出来，而且是
中科院做了半天做不好，这家公司自己去找中科院，后来中科院他发现说，你真的做出来了。就美国也发现说，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飞弹打到一个什么渔船，雄三飞弹，我们才发现说，我们竟然可以做那个贴着海面飞行的，对，我们竟然做出来了。美国就开始这个开始对我们就是放宽那个采购的这种高阶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不卖给你，你早晚搞不好自己搞不好就是越来越多。那我再讲一个。低轨卫星非常有趣，大家都知道低轨卫星，我们现在就是有福卫几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发射出去。我们每次要发挥什么福卫几号，对，都要到国外去，到澳洲到哪里去拜托人家帮我们把它发射上去。马斯克这次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轰动？就是他那个猎鹰者号，他那个火箭是可以回收的，对，上去可以下来回收。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他那个猎鹰者上去回收，他那个引擎叫做什么？叫做猛禽哦，就是凶猛的禽，凶猛的这个飞行猛禽引擎。它大家那下面有那个三角锥，那个发射器，那里面这个地方它是用乙烷来发射，可是大家知道吗？它这个里面的关键零件，那个强度、硬度关键零件是我们台湾做的。对，我们台湾有一个叫东台这个集团旗下有一家公司叫荣田，就是专门做马斯克那个火箭。那个里面的猛禽引擎那个角锥的这个发射器的关键零组件，所以说我们台湾也许没有办法有整套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成品，可是，在每个重要的关键零组件里面，其实很多都有台湾的影子。而且我看到你说，最近越来越多美国的军工厂商来台湾找合作。对，其实我举个例子，约莫在前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无人机，其实我们在国防部那时候顾立雄在坦白讲这个无人机有个非常有趣，以前无人机不受重视，国防部每年大概就1-2千台。后来顾立雄担任那个所谓国安会长之后，他招标的过程他直接跳过国防部自己来主办，找了1000家厂商之后，整个台湾的无人机，因为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要训练我们台湾成为这种所谓的一个刺猬岛啊，等于说这个所谓反击机弹。重点是约莫在前年底的时候，美国带了26个厂商来台湾，那。这个陆队长是叫做世新科，宝洁很久以前我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有说过，世新科美国那个 NASA 在那个火星上面孤单待了15年，那个探测车是我们台湾去美国留学生设计出来的，里面的那个所谓的一个 PCB 这个工业电脑，就是世新科。就是我们台湾的厂商做出来的，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强大的制造的这种优点，就是可以来支援美国的制造梦，制造回美国的梦，可以帮助你这个川普就是说制造回美国的一个大梦。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